你只记得说不要有库存，压低库存，但是你会忘记说，其实你的行业、你的属性上，你还是必须要能够掌握一些那个料况的状态。可能他要去分析一下这个客人大概历史跟他下单的状态，一个站板就占了一坪的一个面积，1坪1个月的租金，你这样给他算下去，看多少坪，然后再乘上他已经几年了，基本上他这个事情是亏钱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工业诊疗室的时间，我是工厂诚实说的阿成，我是工厂医生卢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再来讨论新的主题喽。那我们小编这边呢有整理新的问题，那我们今天有请小编来发问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最近有收到有位朋友来询问，他说他们是成立20多年，然后员工人数70人左右，做自行车零件的公司，那常常会遇到几个问题。第一个是他们习惯性会压低库存量，但是需求激增，或者是下游停断供应的时候，库存量就难以跟上需求。再来第二个是在生产线上产生的微损带报废物料，或者是半成品还有成品一直占据仓库，让仓储管理成本一直存在。第三个是接单是由人工一一的确认库存，所以需要花费1到2周的时间才能查完料况，做订单打交跟生产的备料，或者是生产有订单就发工单到现场，导致工单堆积，然后他们会自行决定生产的顺序，造成现场未完工再制品的积压，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确认进度，而且只能用人工记录控管，所以实际的库存无法掌握。以上总共3个问题，想要来询问2位前辈该怎么解决呢？我觉得以客户的样貌来讲啊，算是我们比较常面对的形态。比如说也是20年的公司哦，然后70人的这样子的规模，算是蛮典型我们在服务中小型工厂会遇到的客户形态。那其实大部分应该都会有类似的一些问题，但有一点比较特别，就是第一点。他这边第一点有提到，他们会刻意的去压低库存。这个好像比较少见。一般工厂端可能会希望说，我要备足库存。比较不会就是去刻意降低库存水位，感觉好像我们比较少遇到这样的情况。这有一个可能性，因为大概在20年前，因为他讲这个是自行车产业嘛，对，那时候有在推一个 TPS。金石管理。对，那金石管理它有个概念就是不要有库存。对，不要有库存最好。对，就是它叫心态嘛。对，我要做的时候东西才来，所以他可能当时有一些顾问的辅导，所以他有那种想要把库存给降低的那种手法。对。不过有时候就是这样啦，如果你是那个比较小的零件厂，确实有时候有难度啦。你如果库存太低的时候，像他刚刚有个题，他说如果忽然间他的供应链断掉，或者是供料不及的时候，对，或者是突然有大单接进来，会来不及供货，他会来不及。然后当那个时候他去买的时候，他的成本会偏高。对啊，所以他有点辛苦的地方就是，他对上要对比较大的客户，对下供应商有可能他的原料商其实又比他大很多都比他大，所以他会出现这个供料上的问题。因为一般我们做代工的行业，其实工厂的规模都不见得很大，但有可能原料的供应商很大，或者是他下游的客户、品牌方都很大，所以他们就夹在中间，对啊，要求生存非常的困难。你想象嘛，如果我的客户是巨大美利达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供应商是重钢，哪个都大，只有被夹在中间的份。对，然后赚少少的那个代工费用。对，但如果他是纯代工他就不会出现那个库存压低这个问题，因为纯代工就是料是客人的，对，客人供料。但是他这个看起来比较像是他自己有带料，他还有一些ODM 的部分。这个比较建议说他应该回归去思考，在学一件事情不能只懂1、2，这个比较危险。你只记得说不要有库存，压低库存，但是你会忘记说，其实你的行业、你的属性上，你还是必须要能够掌握一些那个料况的状态。可能他要去分析一下这个客人大概历史跟他下单的状态，然后比如说用季为单位啦，
它要压低，可能如果你用压到月，你可能会很痛苦。你可能用季的角度来分析，如果一季大概客户用的量多少，那我也怕万一客户不下单，我会怎么样说？就是那个要算一下。所以针对那种比较容易断裂的料件，他们应该要备足常备的库存。那针对交期比较短的料件，它可以把库存量压低。对它，所以其实它可以分类，就是它的原料 A、B、C， 把原料分成 A、B、C 3类，哪一个是关键料件，然后或者是取得不易没有它又不行的，这个你可能库存会高一点点。然后再来就是 B 级的，我可能我的交期是怎么样的，看可以算一下。有一种C级料件不需要备就对的，那就是你要的时候才去采购。对，所以他先把那个料件分类啊，不能够只听说降低库存就什么都降低。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是讲说，其实主要就是产线上面空间的配置啊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在中小型的加工厂也很常遇到。就是他们的走道其实没有办法规划的直直的，对，可能都会的路线啊，会有点弯弯曲曲的，没有办法走直线。这也是我最常在客户端去评判说，它的管理的实务上有没有到达一个很高的层次。就是管理实务好的呢，那它其实工厂的路线呢，然后都是这种方格型的，每个区域可能都有标线，然后你可以就是直直的走进去工厂里面，然后可以直角的转弯，对，不用弯弯曲曲的这样绕来绕去。它这个看起来就是依据小编的收到的资讯来看，是它的那个毁损或者是报废品啊，应该没有处理，然后经年累月就会累积，不管它是在半成品或者是成品的状态之下，有 NG， 因为 NG 不能出去嘛，所以一定是出货的东西是好的。我们先讲讲出去的东西都是好的，那会有部分你做的不 OK 的东西就留在仓库里面，然后就这里塞那里放。对。那20年下来就很多，而且有一个状态就是我这个也常遇到很多。奇怪了，我产线物料一大堆，为什么在账册里面都找不到我要的物料嘞？你好，我是工厂医生，你遇到困难了吗？对啊，我有金斧头，还有银斧头，可以帮你解决问题。你要哪一个呢？我现在问题非常的着急，金的先来好了。你选的金鹤。如果你选金斧头的话呢，我可以提供你1小时免费的线上咨询哦。你就在我面前，怎么不现在给我咨询呢？说一代的时候，一代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当时钱买的，对，舍不得把它清掉。对，舍不得清掉，他总会在想说，我是什么机会再卖给谁，再卖给谁？想象是这样子啊，想象总是很丰满。现实就很骨感，它吃掉了它的空间，没有去细算它。假设我们用大太平，就是台中我们这边的个坪效来看的话，这个不良品，假设说那个一个站板一个站板，而且还没有堆高高一个站板就占了一坪的一个面积，1坪1个月的租金，你这样给它算下去，看多少坪，然后再乘上它已经几年了，基本上它这个事情是亏钱的。那很多的一代的老板，因为不太会算这些事。他就认为一定有一天可以再卖出去的。对，确实，如果说用每单位平面积的租金，然后去换算说，他把一些代质料放在这边，它的机会成本，对，这个应该是一般的工厂都不会去做这样子的计算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可以提供给各位业主去参考。而且很有趣，就是你如果再给他深入去看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这种 NG 品或不良品、呆滞的这些东西，它通常放的位置点，就是如果那个企业是有料架的话，它会放在料架里面。藏在最深的里面的。对，它藏在最深里面，眼不见为净。然后是不是就假设我有100个厨位，我这种都让它占了20-30个厨位了，你再去想一下，我现在又有料进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没有地方放？爆仓了，对，放不进去料架，只好放在地上，料架之外。对，所以就出现你刚刚讲的，走路要这样走。对啊，要弯弯曲曲的，没有办法走直线。对，再加上因为这个放在地上的话，你可能比如说它在下架的系统上就没有办法去记录说，当时是在哪个厨位了，就不好找东西啦。这个跟第三题有关系啊。在资讯系统里面记录的位置跟实际的位置就不一样啦。我比较建议啦，这些 NG 品因为年底了嘛，你看12月也大家都要盘点了，该清出来就清出来，然后看一看真的有用的，有办法再重新加工或者再整理完可以出订单的，就赶紧把它出去。
真的不行的，真的是餐餐打光前我干，该处理就处理，因为这样你的空间就会出来，然后你的料放的位置是正的那个位置，你找料也好找。有时候损失成本大部分都没有去算到这个无形的损失成本。回归如果按照前面他第一题他们说做 TPS 的话，这一段他其实没有抓到精神，对，有点可惜。建议啦，再往下深耕一下会更好。真的，这个省下来的钱很多。然后第3题，他说他现在是对，你看接单的时候，人工去看库存都要花时间嘛。比如说一个订单下来说，他要买某一个零件，叫他踏电好了，然后光是在查料，就算查来查去查来查去，因为你的 ERP 里面的账就是不是正确的，你只要人工去查。那你看，除非你现场又有账册，对，如果没有账册，是不是人要进到仓库里面去查？到底现在是在 A 位置还是 B 位置？可能会有 Excel 啦，就是也有可能在产线的电脑里面，对，或是仓库旁边的电脑。我们大部分看到很多就是 ERP 有一个账，然后仓库的人有个电脑有个 Excel 账，对，然后现场还有它不同的样貌。是啊，回归还是比较建议是，上次我们讲到物水单轴，就是资讯流跟物流要一致，对，这样的话你的系统的资讯就是准的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生产排程的部分。他们说就是工单在发派的时候，可能没有一定的一个逻辑，或者是全部的单子直接开完之后，就直接发派给现场。对，刚有讲到这个，其实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并不会真的做生管。我们以前做生管的时候，是真的要知道每一台机器这个物件它的产能。生管的人要知道这些事情，你才能够排得好。以前我们还没有系统的时候，是用手画那个表格、甘特图。现在好像会区分大小生管，比如说大生管，他就负责订单接进来之后，他负责把这些订单攒成工单，然后这些单据再发派给现场的小生管，让他们去决定哪一张工单要在哪个机台、什么时候去生产。对，现在好像比较倾向会变区分成这样子的情况，会有大小生管，可是都就是这样嘛。现在工厂缺工严重，然后像这种小生管的事，因为他真的必须知道机器的生产的状态，就是应该讲说什么东西适合在哪个机器。那现在的文书人员生管，比如学校毕业不太会，所以这种属于常务性的生管会比较偏常务主管的手上。那他又很忙，所以大生管会印了很多的那种 paper， 对不对？都是一堆嘛就给那个常务主管这个就是今天我收到的那个工单，对啊，然后他就当然我收到了一点，要么就是我每天这样慢慢给，不然就是一堆又给下去了。上次你不是有讲到一个吗？我业务在赶 A 单，对啊，但他可能不是那么好做，或者是我的机器现在架上去的是 B 单我这一叠里面我也有 B 单我还是把 B 拿来先做，你的资源就会错支，对，该赶的没赶。要做的没做，然后再做一些没有要做的，然后就出现刚刚第2题又塞满了。如果他有顺流，订单要出 A， 然后我也做 A， 然后不会有库存嘛，因为在加时间摊中还没有库存，我是出去的，是不会有库存积在那里。应该就是正常，应该是要针对急的有料的先做。那虽然有料但不急的，我就稍微放后面一点。对，即便你真的是下礼拜了要出货，你该拆模就拆模。对。但不过这种事情真的是要经过沟通了，因为要跟常务的主管跟现场的技师说你拆模，然后你拆模之后下礼拜叫他再加上去，他就会觉得，因为毕竟拆模架模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时间成本了。有些产品它可能架个模上去就要1个多小时，对，或是2个小时。那它模具要拆下来也是一样要花时间。对呀，确实。如果他今天架错了模，那他要再多花一次的拆模跟架模的时间，可能一来一往就3个小时不见了。所以回归嘛，还是得看那个 ABC。假设有些射出模真的是很难的，因为它还要再加热才预热才能够生产。对，这个要算过它的那个产量怎么样是比较合理。那如果是冲压模的话，它比较快。如果是 CNC 一般性的那个刀具要换的话，以这种一个像是铸造压铸这种模来看的话，他们是比较快的。所以还是回归啦，要先把类别给分清楚，不同的类别在生产的它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。没错。所以对于就是产品的重要性分类这件事情要非常的注意。事情有分轻重缓急嘛，所以产品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分轻重缓急去处理。客户也有分 A、B、C 所以其实 A、B、C 这个分级法不仅使用在产品或工艺上面，包括在客户上面的分级也都会去使用到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小编这边有没有问题想要发问的。
刚刚第一题有说到不常用到的要压低库存，那个是 C 级料件，想问那个 A、B、C 料件是什么？其实这是一个在工厂里面，我们食物在原物料本身会做一个分级法。所谓 A、B、C 的意思就是，顾名思义，当你是 A 级的话，表示你是比较重要的，就是这个原料呢，它不可以断链。那断链的意思就是只说不可以工厂里面没有这个料件。如果工厂里面没有这个 A 级料件的话，它会产生比较大的问题，因为第一个，它等待的时间可能比较长，它取得的难易度会比较高，所以既然不容易取得，然后等的时间要比较长，那这个对于工厂的生产节奏就会造成比较致命上的打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 A 级料件在工厂里面呢不能够断链。对，那再来往下的话，就是相对比较没那么重要的分级啊，比如说就是分到 B 级跟 C 级。那 B 级的话，就是可能相对稍微没那么重要一点，可是，一样它也不能够没有这个东西，所以就是从难易度上面来去区分 A、B、C 级。那到了 C 级呢，就又更简单，因为它可能是很容易取得，所以你量备低一点没有关系。对，所以 A、B、C 的分级大概是这3种。好，然后还蛮常听到带料这个词，所以想问带料它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有一个制造工单要做，有一个命令要做。但是我知道要做，物料没有来，我就要等待它来。所以可能机器也有空档，有时间，然后模具也都有了，就是没有料，所以我在等待它。但是如果等待的时间太长，会压缩到我最后要生产的时间。比如我本来这个1000 piece 一天做1000 piece， 那订单1000，我应该是就是够，我来得及，我可以出货的。结果等，早上料都没有来，到下午4点才来，我就必须在4点之后加班才能够做到完，可以出货。那本来你不需要加班费的因为你在等待的时间浪费掉那些时间，变成你今天反而必须付出加班费，才能够把那1000 piece做完。带料呢，其实要像是一个简称啊，因为原文其实可以把它解释为就是等待物料。那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你也会听到带料，但是它会前面再加2个字，叫做连工带料。这2个带就不一样了，一个带料的带是等待的待，那连工带料的带呢是取代的代，取代的代。对，取代的带料。那连工带料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今天帮我的客户做一个产品，就是我不是只是帮他加工这一道制程而已，就是连原料我也会帮他准备好。这个就是连工带料的意思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也是相当的深入啊。虽然就是每一集呢都有类似的问题，但好像又不太一样。就跟我们到客户工厂拜访一样，很常我们会有看到一些相似的问题，但是又不尽相同。在不同的产业里面呢，都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管理手法的变化。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呢，我应该也可以让我们小编伤脑筋1个礼拜了。对，就是看起来，比如说。这几次的这些案例咨询的这些客户，都是几10年以上的公司，虽然不同产业，然后可能单就字面来看，就是物料跟生产的问题。不过每一家它发生真正的原因是不太一样，所以我才讲说必须要去诊断它，能够说大概看到什么就觉得是这样子，没有一定是必须3线原则。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工厂诚实说、工厂医生还有易瑞科技精辟的分享。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难杂症的话，也欢迎私讯我们哦，说不定我们下次就会帮你拍成一集影片咯。那如果大家还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定期来，记得按赞哦，拜拜。